大哥，前方便是九泉城了，不如让我先行出战，我定为你讨一个头彩。四叔，论年纪我最小，论军功我更不如你，这个功劳还是让给侄儿我吧。都别争了，传令下去，我大军在九泉城3里之外安营扎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擅自攻城。父亲，我们日夜兼程，如今九泉城就在眼前，为何反倒按兵不动了？别忘了，他自有道理，你只需照你父亲之令执行便好。大汗，周国军队已于城外3里安营扎寨，此刻他们长途跋涉，必定精疲力尽。若趁此良机出战，一定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对。按理说，周国派兵是为收复九泉而来，可这大军到了眼前，却什么都没做，便开始生火做饭，一点攻城之意都没有。我怕其中有诈。周军最擅长用计，我们若贸然出击，上了他们的当，中了他们的圈套，怎么办？吉谷说得对，周军诡计多端，这些年我们吃他们的亏还少吗？此战不宜轻敌，派人时刻监视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。拿下不就完了吗？还在这耗什么呀？就是啊。在做什么呢？将军，夜间再加1队巡逻，都给我精神着点，以防敌军偷袭。是。喂，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在干嘛，我带你出来巡视，反倒给我心不在焉，小心我告诉大哥罚你。哎，巡来巡去也就这么点事儿。四叔，这都半月有余了，你说咱们每日就在这儿等着，到底何时才能攻城啊？你急什么呀？我能不急吗？半个月，军中粮草已用去过半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我怕……哎呀，怕什么？自扎营那日起，大哥便命令全军上下从他开始，供给一律减半。否则，我军早已撑不住了。父亲知道？当然知道。那大军在前方打仗，而后方补给却迟迟未到，这明摆着让我们命丧九泉呐！想动摇军心啊你！四叔，那眼下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相信，大哥肯定自有办法。放心吧。走。看看，他们哪像行军打仗啊？就差开田耕地、安家落户了。大汗，你每日派探子打探，就怕周军使诡计。这都过去半个月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依我看，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仗。我们曾经与周国多次交战，吃了不少亏，还是得小心为妙。报，大汗，军前探子回报，周军粮草不济，应是撑不了多久了。粮草不济，可探知他们究竟有多少兵马？具体数字尚不清楚，但是从他们每日消耗的粮草来看，多则2、3千，少则1000。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就凭这1000几百号人，便想攻下九泉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大汗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千万不能错过呀！出兵吧！是啊，大汗，出兵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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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汗！对呀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出兵吧，大汗！出兵吧，还犹豫什么？出兵吧！出兵吧，大汗！出兵吧，大汗！难道你是怕了吗，大汗？好，传令下去，整顿军队，开城门，本汗要亲自率军出战。是。
周军听着，北国大头可汗在此，若想活命，速速投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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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公，恩公，可汗，好久不见。若可汗不嫌弃，可否移布至在下的军帐，我们把酒言欢？有何不可？大汗不可！有此人心存歹念，入其军帐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住口！恩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怎会加害于我？大汗，周人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啊！若你真想与我们大汗饮酒，不如来我们北国营住。不知杨将军敢是不敢？有何不敢？带路吧。好，请。恩公。恩公，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，居然是两军阵前。今日高兴，不谈战事。来，我敬恩公。虽说今日歇战，可是杨某此番前来，是受皇命所托，收复酒泉。只怕日后在战场上，免不了要有一番较量。大汗，你我也算是旧识，杨某深知你绝非好战之人。此次违反盟约，攻占酒泉，究竟是为何呀？不瞒恩公，北国今年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。如今是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无奈之下，我才联合诸部落首领，南下掠夺粮食。恩公说的没错，我北国与周国一向交好，若非迫不得已，我也不会举兵南下。身为大汗，为本国子民考虑，倒也是无可厚非。只是大汗，你可曾想过，一旦开战，必定生灵涂炭。大汗，杨某为两国百姓请命，愿您能立刻停战。杨坚，你说来说去，就是仗着与大汗的关系，想让我们将辛辛苦苦攻下的酒泉拱手相让是吗？我们绝不答应。坐下。大哥，谁敢在我恩公面前动刀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坐下。既然大汗是为了北国百姓丰衣足食，才出此下策攻占酒泉，那杨某倒是有一个两全之法，可让北国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解决饥荒问题，渡过难关。不知大汗意下如何？哼，杨坚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达达，你今日的话怎么那么多？其实杨某并非要耍什么花样。几年前，申帝任命我为定州总管。那定州与北国毗邻，气候与环境都极为相似，同是耕地稀少，常年大旱，连年饥荒。可如今呢，定州早已是民丰物富，成为我大州的重镇。若大汗需要，杨某愿将这治理之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北国各部族。只要各部族大力发展农耕，兴修水利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北国的百姓定能自给自足，丰衣足食。何须像如今这般，要兴兵抢夺啊？那依恩公之见，眼下我该如何渡过难关？随我进京投降，恳请皇帝恩许，借粮给北国渡过饥荒。好，我便再听恩公一回。明日，我就随恩公去长安。
向你们周国的皇帝认错，借粮。大汗不可！若要投降借粮，传了出去，我们北国的颜面何在啊？大汗万万不可呀！闭嘴！若能让北国子民衣食无忧，将我这大汗的颜面扯下来又如何？都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大汗能屈能伸，实乃大丈夫。这碗酒，我杨某敬大汗。干！宣隋国公杨坚觐见。好。臣杨坚参见陛下。来，轻点，这边。再揉揉。香不香？这都不是陛下，杨坚来了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如今酒泉已经收复，北国的达头可汗愿向陛下递交降书，望陛下能够体谅北国连年饥荒，借粮给他们，渡过难关。陛下万万不可！借粮给北国无异于养虎为患。杨坚，你是何居心？陛下明鉴，北国兴兵实乃迫不得已，他们所求的并非我大周疆土，而只是果腹之食。那达头可汗愿意随臣一起进京请罪，便是明证。若借粮，不仅可以免去一场刀兵之祸，更可为我大周增添一盟友，此乃一举两得之事。哎，行了，不就借粮吗？朕借给他们了，你招降有功，朕今日心情好，定会满足你的。陛下，其实臣确有一事。臣多年在外，已经许久未回长安与家人团聚，不知此次可否许臣在长安多待些时日，与家人好好团聚？就这么点小事吗？朕准了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就别回那个破亳州了。太伯，近日朝中可否有空缺之位啊？给他安排一个便是了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母亲，快坐。母亲，你们去亳州这几年，我每日都在担忧与自责。傻孩子，这并非你的错。母亲，你们回来了真好。即便我们去了亳州，但身边好歹有一大家子人陪着。倒是你一个人在宫中，这几年受委屈了吧？还好有产儿陪我。那皇帝呢？他待你如何？我已很久未见过他了，恐怕他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个人了吧？不会的，你们是夫妻吗？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，我早已不认为他是我的夫君了。哎，好了，母亲，不说这些烦心事了，快同我说说你们在亳州的事情吧。哎呦，又没劲。就是啊，陛下，再来一次啊！嘿，哎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这殿外诸位大臣已等候多时。干什么？又是那些言官吗？隔三差五便来烦朕，不见。陛下，诸位大臣说，若再见不到陛下您，他们便长跪不起。他们爱跪多久就跪多久，去告诉他们退下。来，陛下，朕就不信了，今日还投不进了呢。
诸位大人，请先回去吧。陛下今日是不会见你们的。我等有要事启奏，若见不到陛下，我们便不会走。这位大人，您就别再为难我了。陛下此刻正在……哎，诸位还是请回吧。若是惹恼了陛下，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我等身为谏官，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劝谏不了陛下，是我等失职。我等定会跪到陛下出来为止。哎，你不碍事吧？不碍事，我还撑得住。见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哎，如何啊？真厉害吧？真厉害！陛下，陛下！哎，进来！哎，看着啊！再来一个。参见陛下。哎，赵太伯来了。赵太伯，朕今日叫你来，乃是让你替朕分忧的。臣一定竭尽所能。好。哎，你可知道，如今每日都有谏臣来进言，非要让朕出面处理那些无足轻重的朝堂之事。你说，若是每日处理那些事，朕这个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，美人们？就是啊。所以说，你可有什么好法子，能让那些大臣不要再来烦朕了？臣有2个办法。哎，你还真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是。快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美人们，都去后面等着吧！啊，都退下！是。陛下，这第一个办法，叫杀鸡儆猴。若陛下将那些扰你清静的大臣一顿停杖，想必在他们伤愈之前是不会再来烦您了。这便是你说的办法？啊！陛下，这种办法需要你来说吗？啊！若是能这么做的话，朕不就早停杖他们了吗？可就是因为不能这样做呀。当然了，此乃治标不治本之法。臣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一劳永逸。说，陛下，您不是册立了太子吗？那只要您禅位于太子，如此一来，朝臣便不能再拿朝堂上那些琐碎之事叨扰您了。您便可以做一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，在宫中依然是一言九鼎，与如今无异呀。这办法好啊！赵月，你真是深得朕心呐！多谢陛下夸奖。这些年，皇帝宠信赵月一党，他们摸准了皇帝的脾性，只顾日日哄他高兴，什么大周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边疆安定太平。如今这皇帝听惯了谗言佞语，哪还听得进去我等的规劝呢？没想到，太后与杨皇后，居然也放弃了劝谏。不放弃，又能如何呢？我们这些老臣，也曾直言进谏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有些大臣还因劝谏，无辜送了性命，从此便无人再劝。皇帝变成如此模样，与那小人赵月脱不了干系。依我看啊，不如照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暗中将他杀了，一了百了。赵月固然该死，可若是皇帝再不清醒的话，日后定还会有其他的小人在他身边阿谀奉承，迷惑他，依旧无法正本清源呢。正本清源？依我看，如今这本事根本正不起来了，干脆我们……干脆什么？
吞吞吐吐的。说呀，干脆我们就换本吧。混账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此等大逆不道之话，你也敢乱说？你可是想让咱们高家灭门呢？当真是一派胡言。如今国家摇摇欲坠，你想的不是匡扶社稷，竟是换本。你想毁了这个国家不成？这可是当年我们辛苦打拼下来的大周啊！尉迟将军，切莫生气，切莫与这无知小儿计较。他刚才是情急之下信口胡诌的，他以后定不会再提。今夜之事，还请尉迟将军切莫说出去，否则在座诸位都难逃杀身灭门之祸。我可以不说，但是再让我听到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，我绝不轻饶。哼！尉迟兄，尉迟兄，父亲，你呀，尉迟兄。看来很难让尉迟叔父这种老臣接受我们的想法呀。陛下，你真的决定禅位于产儿？母后，朕真是受够那帮大臣了，日日闹得朕不得安宁。再说了，产儿是朕的太子，传位于他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啊。可产儿还小，他如何处理得了朝中事务呢？还有那帮大臣辅佐嘛。再说了，朕如今也甚少理会朝中事务，这不照样好好的？陛下，这事关重大，还望你三思啊！哎呀，母后，朕已经受够了。朕每日看奏章的功夫，倒不如拿来多欣赏几场歌舞。母后，他们今日又为朕安排了新的歌舞呢。哎，容儿臣先行告退啊！宝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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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贵！哎，快去看看，别让美人们等急了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皇帝要禅位于太子了。我也是见不得皇帝日日被那些朝臣所烦，所以便试着提了那么一句，没想到皇帝还真往心里去了。如此甚好啊！太子年幼，待太子登基，这朝中大小事务，便都是太卜说了算。太卜肩上这担子可就又重了。哪里，不是还有二位亲王共同辅佐吗？若没有二位的支持，老夫想要服众那也不容易呀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我们同心同德，何愁大周的江山不在我等的掌控之中啊！啊，来，我敬二位亲王，敬太伯，敬太伯，来。来玩拨浪鼓啊！来，太后驾到！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哀家今日来，是来接产儿的。是。彩玲，将太子的衣物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一起送到洪圣宫。是。产儿。一会儿同太后回去，过几日母后便接你回来。你要听话，别惹太后生气啊。你无需再去接产儿了。
母后，这是何意？何意？你听清楚了，产儿不再有你恩养，从今日起，你与他再无任何关系。母后，儿臣自问对产儿照顾有加，尽心尽力，你自然要对他照顾有加，因为他是你的护身符。产儿继位，是你母凭子贵的唯一凭借。现如今，皇帝已决定禅位于产儿，你与产儿不必再有任何瓜葛。母后，儿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朱后是怎么死的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不必再与哀家辩白，你离宫即可。母后，我不能出宫，我不能没有产儿。这事可由不得你。千雪，将产儿带回弘圣宫。是。母后。产儿，明日此时，哀家不希望再看到你。朱后与你相识多年，情同姐妹，互相扶持。杨丽华，你的心可真够狠的。我苦心经营多年，不能就这么被赶出宫去。我要留在宫里，我要夺回产儿。彩玲，皇后，你在做什么？奴婢在收拾明日出宫的物件。谁说我们要出宫了？可太后有令，这后宫中一言九鼎之人，并非太后，而是皇帝。你去拿一些珠宝。交与皇帝身边的宝贵，让他务必将皇上请到正阳宫。是。我杨丽华的命运，只有自己能主宰。为此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做？这儿空无一人。他就这么迎接朕的？若不是你这个老奴才，朕才不会来这正阳宫呢。陛下，您都到这儿了，便进去小坐一会儿，也耽误不了什么。哼，陛下，奴才就在外面候着。哼。为何无人伺候啊？人呢？来人！丽华，朕真没想到是你啊！陛下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朕从未见过你如此打扮，丽华。陛下，过来呀！陛下，等朕片刻。
陛下。丽华，朕来了。丽华，你若早如今日一般，朕也不会一直冷落你。你放心。丽华，朕日后常来此处看你。陛下，臣妾恐怕以后无福再伺候您了。这是为何？母后听信谣言，非但不准臣妾恩养产儿，还要将臣妾赶出宫去。臣妾已经收拾妥当，明日一早便出宫，免得惹母后不快。丽华，你是朕的女人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你放心，明早朕便去找母后，让她收回成命。你就放心的在宫里待着吧。那产儿之事呢？丽华，春宵一刻，我们……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丽华，我们……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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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太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帝，有话好好说。皇帝怎么了？皇帝驾崩了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太医，皇帝究竟因何而亡？皇帝是因为一时激动过度，血脉逆行，导致暴毙。怎会血脉逆行？这……是不是你做的？杨丽花，你到底对婴儿做了什么？母后，我……启禀太后，皇帝乃是服用催情药物过量而亡，因此面呈灰色。微臣所言千真万确，请太后明鉴。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。皇帝自登基以来，龙体一直欠安，却整日忧心国事，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暴毙身亡。今日之事，若你们胆敢传出去一个字，休怪哀家心狠手辣。是。二弟，出事了。出了何事？皇帝驾崩了。此事可与你有关？当然无关了。难道你以为我会瞒着你们擅自行动啊？听宫中的人说，皇帝是服用了过量的催情药而死。这是自作自受啊！哼，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死了。想必如今赵月和宇文氏族的人定会先发制人，控制幼帝，把持朝堂。我们万万不能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哎，二弟，眼下宫中大乱，不如我们趁不可。为何？如今皇帝突然驾崩，局势变了，独窗没了。
赵越一党人想必一时半刻也掌控不了朝堂。眼下我们要做的是保住辅国大臣之位，万不能让赵越得头。没想到宇文赟之死来得如此突然，剩下宇文产这个黄口小儿，便好对付多了。你说的轻巧，正因宇文产年幼，他既能被我们控制，也能被旁人控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太后？不仅是太后，还有那杨皇后。你可千万别小看这2个女人。说起来，最应防范的是杨坚，他很有可能也盯上辅国大臣之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在皇帝身边多年，对皇帝的笔记很有研究。若是我此时拟封遗诏，命我等为辅国大臣，即便太后心中再不满，也无计可施。2位亲王本就是皇亲，而我又是太仆，由我们来做辅国大臣，顺理成章，定不会有人怀疑遗诏的真假。高明，还是太仆高明啊！太仆高明。皇帝突然驾崩，赵越一党必定有所动作。母亲，有什么是孩儿可以做的吗？如今之计，唯有让你父亲当上辅国大臣，才能阻止赵越等人的狼子野心。只是，太后一向对我杨家甚无好感，此事谈何容易？母亲，孩儿愿意一试，说服太后。你放心吧，母亲，孩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太后，您整日没吃东西了，喝口参汤吧。你给我滚！你这个灾星！你母亲独孤伽罗以我强5弟，你又害死了我的儿子。你们杨家，个个都是我的灾星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儿臣即便要走，也有些话必须与您说完。儿臣知道，此刻与太后说这些，并不合适。但情势所迫，儿臣不得不说，因为此刻赵越一党定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欲控制产儿，把持朝政。赵越一党，难道他也想做第2个宇文护吗？形势到了，也并非不可能。先帝在世时，赵越已联合几位亲王，一起蒙蔽先帝，掌控朝政，胡作非为。如今，先帝驾崩，他们又怎么会甘心之前的一切付之东流？这么说来，产儿岂不是很危险？不只是产儿，整个大周江山都危在旦夕。太后，产儿与大周江山的未来，便全靠您了。儿臣自知，您一向不喜欢我，与我杨家常年不睦。但太后得承认，我杨家对大周一直忠心耿耿，如今更只有家父杨坚有对抗赵越一党的能力。若太后想保产儿平安长大，不想看到第2个宇文护的出现，那必定要依靠杨家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儿臣恳请太后支持我父杨坚成为辅国大臣，我杨家必定尽心协助太后对抗赵越。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太后，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参见太后。正
送亲平身。谢太后。奉太后旨意，宣读先帝遗诏。朕疾苦弥留，岁值不就，修德有命，夫妇何年？唯王业艰难，社稷任重。朕100年之后，擢隋国公杨坚为假黄钺，左大丞相，监国理事。望其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，辅佐幼主，巩固大周。左丞杨坚，为何还不领旨谢恩？敢问杨皇后，先帝是于何时何地立此遗诏？为何臣等不知？